你要离职？陆成宇将我的离职申请轻轻推回桌面，表情困惑的像在看一道解错的题。年终奖不是刚发过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林彻，你的那份是90万。办公室里恒温空调发出轻微的嘶声，窗外的城市裹在灰蒙蒙的雾里。我看着他镜片后那双习惯性评估一切的眼睛，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地掉出来，像枚生锈的硬币。90万，陆总。我说，我查了银行记录，到账的只有900块。我叫林彻，在华研科技做了4年，公司是做智能安防系统的，在滨海市这栋写字楼的22到25层。陆成宇是总裁，也是创始人之一。我来的时候公司才50几人，现在快300了。他们说我是元老，可我名片上印的还是高级算法工程师。4年前，我从一所不错的大学毕业，手上几个录用通知里，华研给的薪资最低。我来面试那天，陆成宇亲自见的我。那时候他才30出头，穿件灰衬衫，袖子挽到手肘，办公室简陋的只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。他说，林彻，我看过你论文，你在图像识别上的想法很有意思，我们做的东西以后会改变很多行业，你来的话，不是打工，是一起做件事。我相信了。人年轻的时候总愿意相信一些漂亮话，以为自己在参与历史。头2年确实像他说的，我们几个人挤在小会议室里画架构图，争论算法，通宵调试。产品出来拿到第一笔大单的时候，陆成宇请大家吃饭，在街边大排档，他举着啤酒瓶说，等公司好了，绝不会亏待大家。啤酒沫子顺着瓶身往下流，夏天夜晚的风黏糊糊的，每个人都笑。第3年公司融了资，搬进现在这栋楼，陆成宇有了独立的办公室，墙面换成玻璃的，从外面能隐约看见里面。他开始穿定制的西装，说话时习惯性停顿，像在斟酌每个字的价值。新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有些我连名字都叫不上。我的工位从靠窗的位置挪到靠走廊的位置，后来又挪到靠近茶水间的角落。他们说那个位置方便我随时去调试设备。我的项目一个接一个移交出去，先是智慧社区的动态识别系统，那是我从零开始搭的，数据库都是我一手标注的。陆成宇说，林彻你带新人，让他们练练手。新人叫赵瑞，硕士刚毕业，很勤快，总叫我彻哥。我把代码和文档都交给他，耐心讲每个模块的设计逻辑。3个月后，项目汇报，赵瑞站在会议室前面讲 PPT， 陆成宇频频点头。散会后，赵瑞拍我肩膀，彻哥，多亏你打的基础。我笑笑，没说话。后来是大型场馆的人流监控预警平台，我做了一半。陆成宇说这个项目比较急，让架构组的老陈也加入。老陈是后来招聘进来的，有过大厂经历，说话喜欢加英文。他重写了我设计的几个核心模块，说我的方法不够优雅。平台上线后，客户反馈很好。季度总结会上，陆成宇特别表扬了老陈，说他有大局观。我的名字出现在项目成员列表的中间位置，我没说什么。我想起刚来那会，陆成宇说在我们这儿贡献看得见。我想我的贡献大概已经变得不可见了，像写在沙滩上的字，潮水一来就平了。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去年的年终考评。HR 系统里我的绩效是 A， 但奖金到账的数字比预期少了1节。我去问财务的小张，小张支支吾吾说，林哥，具体分配是领导定的，我们只负责发。我又去问我的直属上级，研发总监周冕。周冕人不错，比我大几岁，头发已经稀疏了。他关上门，压低声音说，小林，你今年的项目产出报告，陆总那边觉得亮点不够突出，你知道公司现在规模大了，
评价标准也更全面了。更全面是什么意思？我问。周冕搓了搓手，显得有些为难。就是除了技术贡献，还有团队协作、跨部门沟通、项目整体影响力这些。你那个智慧社区的项目，后期主要是赵瑞在跟进，汇报也是他做的，所以我明白了，我的贡献被稀释了，像一杯不断加水的茶，最后只剩下一点若有若无的颜色。我没再追问。走出周冕办公室时，走廊尽头的玻璃办公室里，陆成宇正在和几个人谈笑风生。他笑得很有分寸，嘴角上扬的弧度像是用尺子量过的。我想起大排档里那个举着啤酒瓶、袖子挽到手肘的年轻人，忽然觉得那可能是我记忆出现的偏差，或者是我一厢情愿的杜撰。今年春节前，公司照例发年终奖，邮件通知说奖金会在春节前1周内发放到账，请大家注意查收。那几天同事们私下都在猜测数额，气氛有种压抑的兴奋。赵瑞悄悄问我，彻哥，你今年应该不错吧？你经手过那么多底层框架。我说，等发了不就知道了。我的期待其实并不高，根据去年的情况，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，大概能有40-50万就不错了。毕竟这一年我主要在做技术支持和旧系统维护，没什么新项目。奖金到账那天是周五下午，手机震动，银行短信进来。我点开，看见入账金额时愣了几秒，又仔细数了数小数点前面的零，900.00，我以为是系统错误，或者是什么补贴款项。登录手机银行查交易明细，摘要写着华研科技年终奖金，金额没错，就是900元整。我坐在工位上，茶水间的咖啡机正在工作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旁边工位的老陈接了个电话，语气欢快地说，收到了收到了，谢谢公司，明年继续努力。赵瑞在斜对面压低声音跟女朋友通话，比预期多一点，可以给你换手机了。我关掉手机屏幕，黑色屏幕映出我自己的脸，模糊变形。那天我按时下班，没有像往常一样多留一会，走出写字楼时天已经黑了，冬季的风刮在脸上像细砂纸。地铁里挤满下班的人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相似的疲惫。我靠在车厢连接处，玻璃窗上映出飞驰而过的隧道灯光，一节一节，连绵不断。我想起4年前决定来华研的那个下午，我拒绝了另一家给出2倍薪资的公司，跟父母说，我想去一家有潜力的创业公司，做点有意思的事。我爸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，说，你自己想清楚就行。我妈补充，稳定点好。我说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。周末2天我没出门，待在租的公寓里。房子不大，30多平米，收拾的还算整洁。书架上塞满了专业书和打印出来的论文，桌上是2台显示器，一台连着公司的测试服务器。4年前搬进来时，我以为这只是暂时的过渡，等公司发展好了，等我在这个城市扎下根。现在4年过去了，我还在这个30多平米的房间里，银行卡里刚刚入账了900块钱的年终奖。周一我照常上班，工作积压了一些，就系统的某个接口出了点问题，我需要排查。中午在食堂吃饭，听到隔壁桌几个新来的应届生在讨论年终奖，一个说没想到第1年就有这么多，另一个说听说公司挺大方的。我低头吃盘子里的炒饭，米饭有点硬，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。下午我去找周冕，说有个技术问题需要跨部门协调。周冕正在看报表，抬头看我一眼，说，小黎你等等，我马上有个会。他匆匆走了，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他桌上那盆绿萝。绿萝长得很茂盛，藤蔓垂下来，几乎要碰到地面。我站了一会，转身离开。回到工位，我打开文档，
开始写离职申请。理由很简单，个人职业发展需要。没有抱怨，没有指责，就像写一段无关紧要的代码注释。写完后，我检查了2遍，点了打印。打印机在走廊尽头，走过去的时候，经过赵瑞的工位，他正在认真敲代码，屏幕上的光映在他年轻的脸上。打印机吐出那张 A4 纸，还带着一点热度。我拿着它走向陆成宇的办公室，他的助理不在位子上，玻璃门虚掩着。我敲了敲门，里面说请进。陆成宇正在看电脑，抬头见是我，有些意外。他示意我坐，问我有什么事。我把离职申请放在他桌上，说：陆总，我想辞职。他拿起那张纸，快速扫了一遍，然后放下，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。这就是开头那幕。他困惑地问年终奖，我平静地回答。对话结束后，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陆成宇摘下眼镜，用衣角擦了擦镜片，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多年前那个穿灰衬衫的年轻人。但他重新戴上眼镜后，眼神又恢复了那种评估性的冷静。900块，他沉吟着，这不可能。公司的奖金发放有严格流程，而且你的绩效评级不低，是不是财务搞错了，或者银行那边有问题？我查过了。我说，流水显示是公司账户转出的年终奖金，金额没错。陆成宇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。这样，你先别急，我让财务查一下，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你的离职申请，他看了一眼那张纸，先放我这，等事情弄清楚再说，好吗？你是公司老人了，我们肯定不能让你受这种委屈。他的语气诚恳，表情关切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几乎要相信他是真的不知情，真的想为我解决问题。需要多久？我问。尽快，我马上让财务总监过来。他拿起内部电话，拨了个短号：李总监，你现在有空吗？来我办公室一下，有点急事。挂掉电话，他对我笑了笑。放心，林彻，公司不会亏待任何一个真正做事的人。我看着他脸上的笑容，忽然觉得很累，那种累不是身体上的，是骨头缝里渗出来的，一点点往下沉。我说，好，那我等消息。走出办公室时，财务总监李薇正好匆匆赶来。她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，穿着合身的套装，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。我们擦肩而过时，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很快移开。回到工位，我对着电脑屏幕发呆，显示器右下角的时间一秒一秒跳动。赵瑞凑过来，小声问：彻哥，你刚才去陆总办公室了？没事吧？我说，没事。我知道有事，但我不想说，也不知道怎么说。难道告诉他，我4年的年终奖是900块？听起来像个不好笑的笑话。下午快下班时，周冕把我叫进他办公室。他关上门，表情有些复杂。小林，陆总跟我打过招呼了，说你年终奖的事。他斟酌着词句，财务那边正在查，可能是系统出了 bug， 或者批次处理的时候数据错位了。你知道，公司今年人多了，发奖金是分批操作的。周总监，我打断他，如果是系统 bug， 应该不止我一个人出错吧？其他同事有没有反映类似问题？周冕噎了一下，这个暂时没听说，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可能就你那批处理有问题。我那批？我问，年终奖发放是分批按部门、按绩效等级走的，和我同绩效等级、同部门的人，如果系统出错，不应该只错我一个人。周冕不说话了，他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，动作有些慢，像在拖延时间。办公室的灯光是冷白色的，照在他稀疏的头顶上，反出一点光。小林，他终于放下水杯，声音压低了些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件事公司肯定会给你一个说法，但你也别太较真。
陆总既然亲自过问了，就不会不管。你这么多年在公司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对不对？功劳，苦劳。我想起那些通宵的夜晚，想起我交出去的一个个项目，想起我的名字在汇报 PPT 上位置越来越靠后。苦劳大概就是像老黄牛一样低头做事，不问收获，功劳则是站在台上讲 PPT， 接受掌声的人享有的。我明白了，我说。周冕似乎松了口气，明白就好，你先回去工作，等财务那边的消息。陆总说了，会尽快处理。走出周冕办公室，我没有回工位，而是去了楼梯间。安全门在身后合上，隔绝了办公区的嘈杂。楼梯间里很安静，只有应急灯散发着微弱的绿光。我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抽出一支点上。我不常抽烟，这盒烟还是半年前买的，剩下没几支。烟雾在昏暗的光线里缓缓上升。我想起很多年前，大学暑假回家，我爸跟我有过一次谈话。那时他还没退休，在单位里做了一辈子技术员。他说，儿子，你要记住，在任何地方做事都要留个心眼，不是让你偷奸耍滑，是要保护自己。你的付出，你的成绩要让人看见，要落在实处，不然时间久了，你做再多，别人也觉得是应该的。我当时不以为然，我说，爸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好公司都是看能力的。我爸摇摇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他脸上的皱纹很深，像用刀刻上去的。现在我站在写字楼的楼梯间里，抽着半年前买的烟，终于有点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不是时代不一样，是人性从来没变过。你心甘情愿地燃烧自己，别人就真的会一直让你燃烧，直到你烧成灰烬，然后换一根新蜡烛。抽完烟，我把烟头在垃圾桶上按灭，推开安全门回到办公区。同事们大多已经下班了，工位空了一大半，我的电脑还亮着，屏保是随机切换的风景照片。此刻显示的是一片雪原，茫茫无际的白。我坐下来，没有关电脑，也没有继续工作，我只是坐着，看着那片雪原。过了很久，照片切换了，变成深蓝色的海洋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银行 APP 的推送，提醒我信用卡账单即将到期。我点开看了一眼，最低还款额是我年终奖的2倍多。我关掉推送，打开浏览器，在搜索框里输入劳动仲裁年终奖。网页跳出一堆信息，我看了一会，又关掉了。我知道这条路可以走，但太耗时间，太耗精力，而且一旦走了，我在这行业里的名声大概也就毁了。没有公司会喜欢一个和前雇主对簿公堂的员工，无论理由多么正当。窗外彻底黑了，城市的灯光一片一片亮起来，陆成宇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玻璃墙里能看见他正在和人谈话。对方背对着我，看身形像是财务总监李威。他们谈了一会，李威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陆成宇独自站在办公室中间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望着窗外的夜景。他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挺拔、自信，像一切尽在掌握。我关掉电脑，收拾东西下班。走到公司楼下时，手机响了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请问是林彻先生吗？对方是个女生，很客气。我是。您好，这里是华研科技财务部，关于您的年终奖金问题，我们已经初步核查过了，确实存在发放错误，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排查中，请您耐心等待，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给您正式答复和处理方案。错误具体是什么？我问。这个目前还在查，有结果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请您放心，公司一定会妥善处理。好的，那先不打扰您了，再见。电话挂断，我站在写字楼门口，寒风灌进脖子。几个加班的同事说笑着走出来，讨论着去哪吃宵夜。其中一个看见我，
打招呼说林公才走啊，我说他们说我们先走了啊，我说好。他们走远了，笑声在风里断断续续。我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刚才的通话记录，然后把那个号码存进通讯录，备注华研财务。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，一个发放错误需要3个工作日才能给出解释。如果真是系统 bug， 查日志、核对数据1天足够了。他们在拖时间，至于为什么拖，我不知道。也许是想把事情拖到不了了之，也许是在准备什么说辞，也许有别的打算。但我决定等3天，看看他们能给出什么答案。回家路上，地铁依旧拥挤。我靠在角落里，闭上眼睛，耳机里随机播放着音乐，是一首老歌，男声沙哑地唱着：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人山人海，我曾经拥有着一切，转眼都飘散如烟。我睁开眼，地铁车窗映出我疲惫的脸。4年了，在这个城市，在这家公司，我究竟拥有过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？到家已经快9点了，我煮了碗面，加了个鸡蛋。吃饭时刷了刷朋友圈，看到赵瑞发了张照片，是他和女朋友在餐厅的合照，桌上摆着蛋糕，配文：小小的奖励，继续努力。下面很多同事点赞评论，说瑞哥厉害，恭喜。我划了过去。洗完澡躺在床上，我打开招聘网站，更新了简历。工作经验那一栏，我如实填写了在华研4年的经历，负责的项目，用到的技术，取得的成果。但我没有投递。我想等3天后，等那个正式答复和处理方案。睡前手机又响了一次，是周冕发来的微信：小林，财务那边联系你了吧？别多想，公司会处理的，早点休息。我回了个好的，谢谢周总监，然后关掉手机，房间里陷入彻底的黑暗。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的阴影，窗外偶尔有车灯扫过，光影在天花板上流动，像水一样。我想起陆成宇下午那个困惑的表情，他演的真像，好像他真的不知道我的年终奖只有900块，好像他真的为我感到意外和关切。但一个总裁会不知道核心员工的奖金数额吗？就算不知道具体数字，大概范围总该有数。90万和900块中间差了1000倍，这不是一个小数目的误差，这是一个笑话。除非他知道，而且这个结果正是他默许的，甚至是他安排的。这个念头让我心里一紧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今天他所有的表现、困惑、关切、承诺、调查都只是一场表演，一场演给我看，也可能演给其他人看的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做了什么？或者说我没做什么，值得他用这种方式来对待？我想不通。3天，我对自己说，就等3天。3天后，无论他们给出什么答案，我都会做出决定。窗外传来隐约的警笛声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最后消失在城市的夜色里。我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，睡眠像一片沉重的黑布，缓缓覆盖下来。财务部那个电话之后，我等了整整1个上午，没有任何消息。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凝固的胶体，每个人走过我工位时，脚步都放轻了些，眼神避开，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传染病。中午我去食堂打了份套餐，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刚吃2口，赵瑞端着盘子过来了。彻哥，这有人吗？我摇摇头，他坐下，扒拉2口饭，欲言又止。我继续吃我的，花菜炒得有点老，塞在牙缝里。那个，赵瑞压低声音，我听说财务那边好像确实在查账。李总监早上被陆总叫去，待了快1个钟头。我加了块鸡肉。彻哥，你别太往心里去，肯定是系统出问题了。这么大公司，发错奖金也太离谱了。
他说得很快，像背书，等查清楚，该补的肯定会补给你的。我抬头看他，他眼神躲闪了一下，低头猛扒饭。我知道他在安慰我，也可能是安慰他自己，如果公司能这样对我，有一天是不是也能这样对他？下午，行政部的王小晴过来，抱着一摞文件，他站在我工位旁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周围几个人听见。林工，跟你商量个事，公司新招了几个实习生，工位不够用了，你这位置靠过道，比较宽敞，行政那边想暂时调整一下，给你换到里面那个位置。他指了指茶水间隔壁一个小隔间，就几天，等新工位布置好就调回来。那个隔间原本是放备用显示器和杂物的，没有窗户，对着墙壁。我在这家公司4年，工位从窗边挪到过道，现在又要挪进储藏间。旁边几个同事停下敲键盘的手，耳朵竖着。什么时候换？我问。现在方便吗？王小晴挤出一个笑。我找了人来帮忙搬东西，2个行政部的小伙子已经站在不远处等着了。我看看他们，又看看王小晴，他脸上的笑容有点僵。好，我说，东西不多，一个显示器，一台主机，几本书，一个水杯，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，还是当初刚搬进这栋楼时公司统一发的。那2个小伙子动作麻利，10分钟就搬空了。我在原来工位上留下的，只有桌面上一点点积灰的痕迹，用抹布一擦就没了。新位置果然对着墙壁，桌子比之前小一圈，椅子是旧的，调节高度的把手坏了，只能固定在一个偏低的位置。我坐下，打开电脑，屏幕的光映在墙上，又反射回我脸上。背后是茶水间，饮水机每隔一会就发出咕咚一声，然后是烧水的嗡鸣。老陈端着咖啡经过，在隔间门口停了一下。小林，怎么坐这儿了？工位调整。我说，哦。他喝了口咖啡，这也好，安静，适合专心写代码。他说完就走了。我对着空白的代码编辑器敲下一行，又删掉。窗外阳光很好，但照不进这里。头顶的日光灯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，像某种昆虫在振翅。快下班时，周冕发消息让我去他办公室。我起身，穿过办公区。原来的工位上已经坐了个年轻人，戴着眼镜，正认真地看着屏幕。他看见我，点头示意，表情陌生。周冕办公室门开着，他正在接电话。我知道，正在协调，陆总放心，不会影响项目进度。见我进来，他指指椅子，继续讲电话。我坐下，看墙上挂着的公司资质证书，华研科技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行业100强，创新先锋，一个个铜牌擦得锃亮。周冕挂了电话，叹了口气。小林，坐着还习惯吗？能坐。我说，临时调整，理解一下，新人多，工位紧张。他搓了搓手，那个奖金的事，财务那边还在查，陆总很重视，亲自盯着。查到什么了？我问。具体还不清楚，但李总监说，发放系统那几天确实有点不稳定，可能数据错行了。周冕顿了顿，不过你放心，不管什么原因，该是你的，公司不会少你的。如果查出来不是系统问题呢？我看着他的眼睛。周冕愣了一下，随即摆摆手，不可能，不是系统问题还能是什么？难不成有人故意给你发900块？那不成笑话了吗？我没说话，办公室里的空气又沉默下来。周冕拿起水杯，发现是空的，又放下。对了，他换了个话题，你手上那个旧系统的维护工作，暂时交给赵瑞吧。他年轻，需要多锻炼。你这几天先休息休息，等奖金的事处理完再说。这是陆总的意思。我问，是我的意思。周冕说，你现在状态也不适合工作，对吧？调整调整。好事。
我明白了，他们用休息的名义拿走了我最后一点实际工作。我现在真正成了公司里的闲人，一个等着被处理的问题。好，我说，走出周冕办公室，我没有回那个小隔间，直接下班。电梯里遇到几个其他部门的同事，他们正在讨论周末团建，看见我进来，声音低了下去。电梯从22层降到1层，时间漫长的像过了1个世纪。回到家，我煮了碗泡面，热气蒸在脸上。我忽然想起4年前刚租下这间公寓时，也是吃泡面。那时候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，工资会涨，职位会升，我会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。4年过去了，我还在吃泡面，银行卡里多了1000块，手机亮了一下，是银行还款提醒。我把手机扣在桌上，继续吃面。第2天我准点上班，既然周冕让我休息，我就真的休息。我没开工作电脑，而是打开自己的笔记本，浏览招聘网站。昨天更新的简历已经有了几条查看记录，但没有任何面试邀请。隔间不隔音，能清楚听见外面同事的对话。那个模块我来做吧，我熟悉。客户说希望再加个功能，我评估一下工期，晚上聚餐。行啊，去哪儿？这些声音近在咫尺，又远在天边。我好像一个透明人，坐在这家公司里，又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上午10点，我想登录公司内网的知识库查点资料，发现账号被禁用了，提示账号状态异常，请联系管理员。我给 IT 部打电话，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声音。林彻，稍等我查一下哦。系统显示是行政部发起的权限回收流程，说你目前不参与具体项目，暂时关闭部分系统权限，等有新项目安排会再开通。谁发起的流程？我问。这个系统里只显示部门，不显示具体人名。需要我帮你问问行政部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挂掉电话。权限回收，这意味着我进不了代码库，看不到项目文档，用不了测试服务器。他们用一把无形的锁把我锁在了公司外面，虽然我人还坐在这里。午饭时间，我照常去食堂打了饭，找座位，看见赵瑞和老陈坐在一起。赵瑞看见我，招了招手，我走过去，在他旁边坐下。彻哥，上午行政找你了吗？赵瑞问。没有。怎么了？他们好像在统计各部门的固定资产，电脑啊、显示器啊什么的。赵瑞说，刚有人来我们部门登记，还特意问了你那台工作机的情况。我手里的筷子顿了顿，问什么就问机器型号、使用年限、有没有维修记录之类的。赵瑞压低声音，彻哥，我觉得不太对劲，你要不要主动找陆总再聊聊？老陈咳了一声，小赵，吃饭就吃饭，别瞎操心。他转向我，语气温和，小林啊，公司有公司的流程，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。你呢？正好趁这几天休息休息，充充电。我听说你算法基础很扎实，最近有个公开课不错，我可以发你链接。谢谢陈工，我说。吃完饭，我没立刻回办公室，而是在楼下小花园走了2圈。天阴着，可能要下雨。花园里有几个吸烟的同事聚在一起聊天，看见我，声音小了下去。下午，雨果然下起来了，雨水打在窗户上，一道道水痕扭曲了窗外的城市。我坐在隔间里，看着墙壁，墙上有一小块污渍，形状像地图上的某个岛屿。我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。手机震动，是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是林彻先生吗？我这边是瑞进科技的 HR， 看到您更新的简历，想跟您约个时间聊聊，不知道您明天下午方便吗？瑞进科技，一家做物联网的中型公司，和华研有业务竞争。我说，方便。那好，明天下午2点，我们公司见，地址我稍后发您短信。
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手机屏幕，雨声淅沥，办公室里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，像另一场雨。快下班时，王小晴又来了。这次她没抱文件，而是拿着一个平板。林工，跟你确认个事。她把平板递过来，上面是个表格，这是你目前保管的公司资产，你看下有没有问题，没问题的话签个字。表格上列着我的工作电脑、显示器、工牌、门禁卡，最后还有一项核心代码访问权限，状态是已回收。权限也算资产？我问。哦，这个是 A 部那边同步过来的，流程上要走一下。王小晴笑容标准，你看一下，没问题的话在下面签个字。对了，工牌和门禁卡如果暂时不用的话，可以先交给我保管，等你恢复工作再领回去。我看着平板屏幕，表格做得干净整齐，每个条目后面都有日期和备注。我想起4年前入职时，也是王小晴给我办的手续。那时候她刚毕业，扎着马尾辫，说话还有些腼腆。她带我去领电脑，说林工，这台配置是最好的，陆总特意交代的。现在他要收回这一切，我考虑一下，我把平板还给他。王小晴愣了一下，这个流程上今天就得走完，我也是按规章办事，林工你别为难我。规章说必须今天交，那倒没有，但我明天给你答复。我说。王小晴张了张嘴，最后点点头，好吧，那我明天再来找你。他走了。我坐在隔间里，听着雨声。办公室里的同事开始陆续下班，有人互相道别，有人讨论晚饭吃什么，有人抱怨雨太大。这些日常的声音，此刻听起来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。我等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才起身。经过原来的工位，那个新来的年轻人还在，正戴着耳机专注地敲代码。屏幕上是我熟悉的开发环境，光标闪烁，一行行代码诞生。他写得很快，偶尔停下来思考，然后继续。那专注的侧影让我想起4年前的自己。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，镜子映出我的脸，有点苍白，眼下有淡淡的青涩。我按了1楼，电梯缓缓下降，失重感让胃部轻微不适。走出写字楼，雨还在下，我没带伞，站在檐下等雨小一点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周冕。小林，还在公司吗？在楼下。那正好，上来一趟吧，陆总想跟你聊聊。我握着手机，雨水被风吹进来，打在脸上，凉丝丝的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陆总晚上还有会，就现在有点时间。好。我转身又走进大楼。电梯上行，数字跳动。22层，电梯门开，办公区已经暗了一大半，只有总裁办公室和几盏廊灯还亮着。我走过去，玻璃墙里，陆成宇正在看文件。他看见我，招了招手。我推门进去。陆成宇的办公室很大，一面墙是落地窗，此刻窗外是城市的雨夜，霓虹在水汽中晕开。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桌上除了一台电脑，一个笔筒，别无他物，整洁的有点不近人情。坐，他说。我在他对面坐下，椅子很软，是人体工学设计，但坐上去并不舒服，整个人陷在里面。雨不小。陆成宇看了眼窗外，路上不好走吧？还好。他点点头，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。林彻，你来公司4年了吧？4年零3个月。我说，时间真快。他靠向椅背，语气感慨。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，公司还在创业园，10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办公室里。你是第一个专职做算法的，那时候我们连像样的服务器都没有。你用自己的笔记本跑模型。我没说话，这些回忆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有种奇怪的疏离感，像在听别人的故事。这些年，公司发展很快，
他继续说，从10几个人到300人，从创业园到这栋写字楼，你看着公司一步步走到今天，是功臣，陆总。我打断他，奖金的事有结果了吗？陆成宇顿了顿，表情没什么变化。财务那边还在查，系统日志比较复杂，需要时间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林彻，公司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有贡献的员工。如果确实是发放错误，该补的一定会补，该道歉的一定会道歉。如果不是错误呢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，只有空调出风口的细微嘶声和窗外隐约的雨声。陆成宇笑了，笑容很淡，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。不是错误，还能是什么？难道是有人故意给你发900块？林彻，你觉得公司里谁会和你有这样的深仇大恨？我不知道。我说，这就是了。他身体前倾，手肘撑在桌面上，这是一个试图拉近距离的姿态。林彻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换成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会不高兴，会怀疑，但我希望你相信公司，相信我们。华研能走到今天，靠的是公正，是透明，是对每一个员工的尊重。他说得很真诚，眼神坦荡。如果我不是那个只收到900元年终奖的人，我几乎要相信他了。我听说，我慢慢地说，我的工位调整了，权限回收了，工作也移交了，这些都是休息的一部分吗？陆成宇脸上的笑容淡了一些。工位的事我听说了，行政部确实欠考虑，但公司现在扩张快，工位紧张是事实，希望你能理解。权限和工作安排是周总监的意思，他觉得你这几天状态需要调整，暂时不参与具体工作，是对项目负责，也是对你负责。对我负责，当然。陆成宇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。林彻，你是技术骨干，公司培养你不容易，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的情绪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，有时候退一步不是软弱，是智慧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这根本不是一场解决问题的谈话，这是一场劝退的铺垫。他在告诉我，接受现状，不要闹，给你什么你就拿着，然后安静的离开。陆总，我说，如果最后查出来奖金发放没有问题，就是我该拿900块，怎么办？陆成宇看着我，眼神很深，窗外的霓虹灯映在他镜片上，模糊了眼神。那就按规章制度办。公司的薪酬制度是公开透明的，该拿多少就拿多少。但林彻，我不认为会是这个结果，你要对公司有信心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我还有个会。这样，你再给财务一点时间，最迟明天下午，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好吗？好。我说，那就这样。他站起身，表示谈话结束。我也站起来，转身要走时，他叫住我。林彻。我回头，你是个聪明人。他站在办公桌后，背后是雨夜的霓虹。聪明人知道什么该争，什么不该争。很多时候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我明白了。陆总。走出办公室，走廊的灯很亮，照得一切无所遁形。周冕从自己办公室出来，看见我，快步走过来。谈完了，怎么样？陆总说明天下午给答复。我说。周冕松了口气，拍拍我的肩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看，陆总亲自过问，肯定能解决。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等消息。我点点头，走向电梯。周冕在后面又说，对了，你明天上午要是没事，也可以晚点来，反正不着急。电梯门关上，镜子里的人面无表情。我按下一字，电梯开始下降，失重感再次袭来，这一次更强烈，像整个人在往下坠。走出写字楼时，雨小了些，变成毛毛雨。我没等公交，也没叫车，就这么沿着人行道走。雨水很快打湿了头发和肩膀，凉意渗进皮肤。
街边的店铺亮着灯，餐馆里坐满了人，热气在玻璃窗上凝成水雾。一对情侣挤在一把伞下，笑闹着跑过。外卖骑手穿着雨衣，电动车溅起一片水花。这个世界照常运转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年终奖是900块，没有人知道我的工位被挪进了储藏间，没有人知道我的权限被收回，工作被拿走。这一切像水面下的暗流，汹涌但寂静无声。手机在口袋里震动，我拿出来看，是瑞进科技的 HR 发来的面试地址和时间，明天下午2点。我盯着那行地址看了一会，然后收起手机，继续往前走。路过一家便利店，我走进去，买了包烟。收银员是个年轻女孩，扫码时看了我一眼，大概是我浑身湿透的样子，有点狼狈。我接过烟，拆开，抽出一支叼在嘴里，摸了摸口袋，没带打火机。要火机吗？收银员问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走出便利店，把烟拿下来，捏在手里，烟纸被雨水打湿，软塌塌的。我把它扔进路边的垃圾桶。回到家，脱掉湿衣服，洗了个热水澡，浴室镜子蒙上水汽，我用手抹开一块，看见自己的脸。30岁，眼角有了细纹，头发因为淋湿而塌在额前。4年前刚来这个城市时，我23岁，头发剃得很短，眼神里有种不管不顾的劲。现在那种劲没了，只剩下疲惫，深不见底的疲惫。煮了碗面，坐在桌前慢慢吃。手机屏幕亮着，显示几条未读消息。有大学同学群里的闲聊，有公众号推送，有银行还款提醒，没有一条和工作有关，没有一条来自华研。吃完面，我打开电脑，搜索瑞进科技的资料。公司规模中等，主要做智慧城市和物联网解决方案，和华研有业务重叠，算是竞争对手。看招聘页面，他们正在招算法团队负责人，要求5年以上经验，有大型项目架构能力。我一条条对照，发现除了团队管理经验这一条，其他我基本都符合。我更新了简历，把高级算法工程师改成资深算法工程师，在项目经历里着重写了几个我主导设计的核心架构。做完这些，已经晚上11点，窗外雨停了，湿漉漉的地面反射着路灯的光，一片片碎金似的。手机又震了一下，这次是短信，来自一个陌生号码，但区号是本地的。林彻先生您好，这里是华研科技财务部，关于您的年终奖金事宜，现已初步完成核查，请于明日上午10点到公司第3会议室，相关负责人将与您当面沟通说明情况，请务必准时到场。我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，没有称呼，没有落款，只有时间地点，像一张传票。回复了一个收到，我把手机放到一边，躺在床上。天花板上的阴影随着窗外路过的车灯移动，明明灭灭。我想起陆成宇最后说的那句话，聪明人知道什么该争，什么不该争。我在争什么？90块钱，还是一口气？也许都不是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4年我究竟值多少钱？是90万，还是900块？是公司不可或缺的功臣，还是一个随时可以被替换、被挪到储藏间、被收回权限的零件？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下来，偶尔有车驶过，轮胎碾过湿路面的声音由远及近，又由远及去，像潮水，来了又退，什么也留不下。我闭上眼睛，明天上午10点，第3会议室，我会去听听他们能给出什么解释。无论那解释是什么，我都会做出决定，一个不再回头、不再犹豫的决定。雨彻底停了，夜色深沉，像一块浸透了墨汁的绒布，把整个城市温柔而残酷地包裹起来。在这片黑暗里，有些东西在悄悄生长，有些东西在无声瓦解，而我要做的只是等待天亮，
走进那间会议室，看看这场戏的下一幕是什么。但我知道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。从我看到银行短信上那个900.00开始，从我搬进那个对着墙壁的隔间开始，从我的权限被回收开始，有什么东西已经死了，死得静悄悄，连个响动都没有。睡意终于袭来，在彻底沉入黑暗之前，我最后想的是，明天一切都会有个答案，或者说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早上9点50分，我走进华研所在的写字楼大堂，雨后的天空是一种浑浊的灰白色，像被水洗褪色的布。电梯里挤满上班的人，西装、套裙、咖啡杯、公文包，没人说话，只有电梯运行的轻微嗡鸣和楼层提示音。我在22层下了电梯，刷卡过闸机时，门禁发出滴一声轻响，绿灯亮起，我的门禁卡居然还能用。办公区已经热闹起来，键盘敲击声、电话铃声、低声交谈声混在一起，像某种巨大的机器在运转。我走向那个对着墙壁的隔间，经过原来的工位时，那个新来的年轻人正专注地盯着屏幕，他旁边坐着赵瑞，两人似乎在讨论什么代码问题。这个逻辑不对，你看这里。赵瑞指着屏幕。哦，明白了，谢谢瑞哥。赵瑞抬头看见我，表情顿了一下，随即露出笑容。彻哥，早啊，早。我说，今天他欲言又止，10点有会。我说完，走向隔间，隔间里一切如旧，我的笔记本还在桌上，屏幕暗着。我坐下，打开电脑，看了眼时间，9点53分，离10点还有7分钟。我没有立刻去会议室，而是先登录了公司内网，发现权限依然被禁。尝试访问代码库和项目文档，都显示无访问权限，但邮箱还能用，大概是因为邮箱属于基础办公系统，还没来得及被禁。收件箱里有几封新邮件，一封是行政部发的春季消防演习通知，一封是 HR 发的年度体检安排，还有几封技术组的群发周报。我点开周报，快速浏览，上面列了各个项目的进度。我参与过的2个旧系统维护被标记为已完成交接的，负责人变成了赵瑞。9点56分，我关了邮箱，打开一个本地文件夹，里面是我昨晚整理的资料，过去4年的工资条截图、年度绩效考核表、项目贡献记录，还有几张重要邮件的存档。我把这些文件拷到一个 U 盘里，拔下来装进口袋。9点58分，我起身走出隔间。第3会议室在走廊尽头，离陆成宇的办公室不远。我走过去时，经过周冕的办公室，门开着，他正在打电话，看见我，冲我点点头，指了指手表，意思是别迟到的。我点头回应，继续往前走。会议室的门关着，磨砂玻璃看不清里面。我抬手敲门，里面传来一个女声，请进。推开门，会议室里已经坐了4个人。长条会议桌的一侧坐着财务总监李威，还有财务部的一个年轻会计，面前摊着笔记本电脑和几份文件。另一侧坐着周冕，他居然比我先到了。主位上空着，那是留给陆成宇的位置。林彻来了，坐吧。周冕说，指了指他对面的椅子。我坐下，把背包放在脚边。会议室里空调开得有点冷，李威穿了件薄针织开衫，双手交叠放在桌上。年轻会计低着头，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，像是在记录什么。陆总马上到。周冕看了眼手机，我们先看看资料。李威推过来一份文件。林彻，这是你过去4年的薪酬明细和年终奖发放记录，你看一下。我接过文件， A4 纸打印的表格，密密麻麻的数字，基本工资、绩效奖金、项目提成、年终奖，每年一行，最后有合计。我的目光直接跳到年终奖那一列，
第1年8万，第2年12万，第3年6万，第4年90万。表格最下方有备注，第4年年终奖金额为预估应发数，实际发放情况见附表。我又翻到附表，是银行转账记录截图。截图显示，今年1月28日，公司账户向我的银行卡转账900.00元，备注年终奖金。根据系统记录，李威开口，声音平稳，像在念一份财务报告。你的年终奖核定金额确实是90万，但发放过程中出现了技术问题，导致实际到账金额错误。什么技术问题？我问。支付系统批处理时，数据自断错位。年轻会计抬起头，扶了扶眼镜。我们核对发现，系统在导出发放清单时，你的实发金额自断和备注自断发生了串行。本来应该进入实发金额的90万，被写入了备注自断的某个位置，而实发金额则读取了一个无效值，系统默认归零，但因为有最小金额限制，所以生成了900这个数字。他说得很快，专业术语一个接一个。周冕在旁边点头，表示听懂了。所以我看着李威，你的意思是这是个系统 bug？ 可以这么理解。李威说，我们已经联系了系统供应商，他们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边界情况，发生的概率极低，但既然发生了，公司会负责到底。他从文件夹里又抽出一份文件，这是更正后的补发方案，90万扣除已经发放的900元，剩余89万9100元，公司会在3个工作日内补发到你的账户。同时，考虑到这次失误对你造成的影响，公司决定额外补偿你3个月的工资，作为精神损失补偿。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，上面有具体的金额数字，还有财务部的章和签字栏。周冕在旁边补充，林彻，公司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，陆总亲自督办，财务部加班加点核查，现在原因找到了，解决方案也有了。你看这个处理结果还满意吗？我没看那份文件，而是看着李威。数据自断错位，为什么只错了我一个人？和我同批次发放的其他人都没有问题吗？李威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。我们排查了全公司同批次的发放记录，确实只有你一个人出现了这个问题。技术部门分析，可能是因为你的员工编号尾数比较特殊，触发了系统的某个未知 bug。 我的员工编号是0078。我说，这个数字很特殊吗？技术上的事情我们财务不懂。李威说，但供应商那边提供了详细的错误日志分析报告，如果你需要可以给你看。我需要。我说。李威看向年轻会计，会计在电脑上操作了几下，把屏幕转向我，上面是一份 PDF 文档，全是英文术语和代码片段，密密麻麻。我快速浏览，确实提到了自断错位、边界条件、员工编号触发异常等描述。文档末尾有供应商的 logo 和签名，看起来像模像样。另外，李威又说，我们发现你的银行卡号在系统中登记有误，最后一位数字错了，这可能导致银行端处理时出现异常。虽然不能确定这是否是直接原因，但建议你尽快更新正确的卡号信息。他递过来一张表格，这是个人信息更正表，你填一下，我们同步更新系统，避免以后再出问题。我看着那张表格，又看看那份补发方案，再看看电脑屏幕上那份全英文的技术报告，一切都那么完整，那么合理，那么无懈可击。系统 bug， 供应商证明，银行卡号错误，补发加补偿，公司拿出了最大的诚意，解决了一个不幸的意外。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这一切，我几乎要相信了。会议室的门被推开，陆成宇走了进来。他穿着深灰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看起来比平时随意一些。他冲我们点点头，在主位坐下。情况都了解了吧？他看向我，
语气温和。了解了。我说，那就好。陆成宇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林彻，这次的事情公司有责任，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，但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。李总监给你的补发方案，你看过了吧？如果没问题，今天就签了字，财务尽快走流程，最迟后天钱就能到账。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，另外，关于你之前提交的离职申请，我建议你收回。你是公司老员工，技术和经验都很宝贵，这次虽然有不愉快，但公司已经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弥补。我希望你能留下来，一起把华研做得更好。周冕在旁边附和，是啊，小林，陆总都这么说了，留下吧，你的岗位和项目都还给你留着。我看着他们三个人，陆成宇表情诚恳，李威专业冷静，周冕满脸期待。他们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，每个零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演着一场名为解决问题的戏。我想问几个问题。我说。陆成宇点头，你问。第一，我看着李威，你说我的银行卡号登记有误，最后一位错了，但我入职时填的登记表以及过去3年工资和奖金的发放用的都是这个卡号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，为什么偏偏这次年终奖发放时卡号错了？李威面不改色，系统升级过，可能数据迁移时产生了偏差，而且过去的发放金额没有这次大，银行处理机制可能不一样。第二，我转向陆成宇，如果真是系统 bug， 为什么在我提出异议后，我的工位被调整，系统权限被回收，工作被移交？这和解决 bug 有什么关系？陆成宇微微皱眉，看向周冕。周冕连忙解释，小林，这个我得说一下，工位调整是行政部的统一安排，和你这个事没关系。权限和工作调整是因为你那几天状态不好，我想让你休息休息，专心处理奖金的事，这都是为你着想。第三，我继续，那份技术报告是供应商出具的，但报告里提到的员工编号触发异常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0078这个编号会触发。我想直接和供应商的技术人员沟通，可以安排吗？会议室安静了几秒，李威先开口，供应商那边很忙，而且这是内部问题，我们不好打扰对方技术人员。报告已经很清楚，如果你有疑问，我可以让我们的技术同事再给你解释。公司的技术同事不是已经把我的系统权限都回收了吗？我问，他们现在应该没空给我解释吧？陆成宇身体向后靠了靠，双手交叠放在腹部，这是一个防御性的姿势。林彻，他说，语气依然温和，但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硬。我理解你有情绪，但我们现在是在解决问题，不是在追究责任。公司已经承认错误，愿意补发、补偿、道歉，你还想要什么呢？我想要真相。我说，这就是真相。陆成宇摊开手，系统 bug， 技术故障，不幸的意外，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多阴谋论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陆总，你还记得4年前公司接的第一个大单吗？安泰集团的智慧园区项目。陆成宇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提这个。记得？怎么？那个项目的核心算法框架是我连续熬了7个通宵做出来的。我慢慢地说，当时公司刚起步，服务器不够，我就用自己的电脑跑模型，电脑散热不行，跑一次死机一次，我就守着，重启，再跑。第7天早上，框架终于跑通了，我给你们发邮件的时候，手都在抖。陆成宇没说话。项目交付那天，你请团队吃饭，你说，林彻，这个项目能成，你有1半功劳，等公司好了，绝不会亏待你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这些话你还记得吗？陆成宇的表情有瞬间的松动，但很快恢复平静。当然记得。
所以公司一直很重视你，这次也是尽全力在弥补。弥补，我重复这个词，像是在品尝它的味道。用3个月的工资弥补4年的90万年终奖，还是用一句系统 bug 弥补我这几天被挪进储藏间、被收回权限、被拿走工作的羞辱。周冕试图打圆场，小林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周总监。我打断他，去年年中你让我把智慧社区的项目移交给赵瑞，说让他练手，我交了。3个月后项目汇报，赵瑞站在台上讲 PPT， 你在下面带头鼓掌。会后你对我说，小林，带新人带得不错。周冕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今年初大型场馆的项目，你让老陈加入，重写我的核心模块，你说他的方法更优雅。我继续，项目上线，客户表扬，陆总在季度会上点名表扬老陈，我的名字在项目成员列表的中间，你看见了吗？会议室里一片死寂。年轻会计停下了敲键盘的手，偷偷看向李薇，李薇面无表情，但手指微微蜷缩。陆成宇终于开口，声音沉了下来，林彻，我知道你有委屈，但公司发展过程中资源重新分配、项目人员调整都是正常的，你不能因为自己心里不平衡就否定公司的所有决定。我不是否定决定，我说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真的那么重要，为什么我的工位可以随便被挪到储藏间？如果我真的有价值，为什么我的系统权限可以一声不吭就被回收？如果我真的该拿90万年终奖，为什么到账的只有900块，而你们需要用一份全英文的技术报告、一个银行卡号错误的理由和3个月的补偿来让我闭嘴？我从口袋里掏出 U 盘，放在桌上。过去4年，我所有的工资条、考核表、项目记录、重要邮件都在这里面，需要我打印出来，一条一条对质吗？陆成宇盯着那个 U 盘，眼神变得锐利。李薇轻轻吸了口气，周冕的额头开始冒汗。林彻，陆成宇缓缓地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，我不相信这是系统 bug。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空调出风口丝丝地吹着冷风，吹得桌上的文件边角微微颤动，墙上的钟秒针一格一格跳动，声音在寂静中被放大。陆成宇忽然笑了，不是刚才那种温和的笑，而是带着一丝嘲讽和无奈的笑。林彻啊林彻，他摇着头，你太天真了，你以为你收集这些资料就能证明什么？证明公司故意克扣你的奖金，证明我们合起伙来欺负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他身体前倾，手肘撑在桌上，眼睛直视着我。我告诉你，公司给出的解释就是最终解释，你接受，我们补发奖金，你继续工作，或者体面离开。你不接受，他顿了顿，那你就去告，去劳动仲裁，去法院，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但你要想清楚，官司打起来，拖个1年半载，你耗得起吗？就算最后你赢了，拿到那90万，你在这个行业里还混得下去吗？哪家公司会要一个和前雇主对簿公堂的员工？他说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空气里。还有，他继续说，你 U 盘里的那些资料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工作努力，证明你贡献大。公司承认啊，我们都承认，但年终奖的分配是综合考量的结果。你的绩效、你的团队协作、你的项目影响力，这些都在考量范围内。你觉得你该拿90万，但公司的评估体系认为你只值900。当然，现在出于人道主义关怀，我们愿意补发，愿意补偿，这已经是公司最大的善意了。我握着 U 盘，金属外壳冰凉。我看着陆成宇，看着他那张依然英俊、依然从容的脸。4年前，这张脸上写满激情和梦想。他说，我们要一起改变世界。
4年后，这张脸上只有精于计算的冷静。他说，你要认清楚现实。所以我听见自己的声音，平静的有些陌生。这900块不是系统 bug， 是公司评估的结果。你们给我的估值就是900块1年。陆成宇没有否认，只是向后靠回椅背，双手一摊。林彻，商场不是做慈善，公司要生存要发展，就要把资源投在最有价值的地方。你很优秀，但公司现在需要的是能带团队，能开拓市场，能创造更大价值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会埋头写代码的工程师。他终于说出了实话。周冕脸色发白，想说什么，被陆成宇一个眼神制止了。李薇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仿佛桌面上有什么特别吸引他的东西。我慢慢站起来，把 U 盘装回口袋，拿起背包。林彻，陆成宇叫住我，那份补发方案你还没签字。我回头看他，陆总，你知道900块在滨海能买什么吗？他皱眉，能买30杯最便宜的咖啡。我说，能买15份写字楼下的快餐，能买3张电影票，能买我4年的青春和所有相信过的鬼话。我拉开门，走廊的光涌进来，刺的眼睛有点疼。我走出去，没回头。身后传来陆成宇的声音，平静，没有波澜。林彻，我劝你再考虑考虑。走出这个门，补发方案就作废了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我停住脚步，转过身，隔着半开的门看着他。陆总，我说，你知道我昨天下午去干什么了吗？他看着我，我去面试了。我说，瑞进科技算法团队负责人，他们给我的初步薪资是现在的2倍，年终奖另算。陆成宇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。瑞进是华研的竞争对手，挖走核心员工对任何公司都是敏感问题。而且我继续说，我和他们聊的时候提到了华研的几项核心技术，比如动态识别系统的多线程优化方案，比如人流预警平台的负载均衡算法，他们很感兴趣。陆成宇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声音。林彻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这是泄露商业机密。我只是在分享我的工作经验。我说，毕竟我在华研4年，这些技术都是我一手搭建的，我有权谈论我的工作成果，不是吗？李薇和周冕的脸色都变了，年轻会计已经彻底不敢抬头。陆成宇盯着我，眼神像刀。你在威胁我，我在陈述事实。我说，陆总，你刚才问我想要什么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想要一个真正的解释，为什么是900块？这900块背后到底是谁的主意？是你的，还是李总监的，还是周总监的？或者是你们一起商量的结果？我向前走了一步，站在门口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会议室里的每个人听清。我不接受系统 bug 的说法，我也不接受3个月的补偿。我要的是你们亲口承认，这900块就是你们对我的定价。然后我会让全行业都知道华研科技是怎么对待他的功臣的。陆成宇的脸沉了下来。林彻，你会后悔的，也许吧。我说，但至少我不会再像个傻子一样，被你们用一份假的技术报告和一张补发方案糊弄过去。我转身要走，陆成宇的声音从背后追来，冰冷而急促。你以为瑞进真的会要你？一个带着前公司技术经验去面试的人，哪家公司敢收？林彻，你今天走出这个门，我保证你在滨海，甚至在整个行业都再也找不到工作。我的手已经握住了门把手，金属的冰凉透过皮肤传来。我没有回头，只是稍微侧过脸，让声音清晰地传回去。那我们就试试看。我拉开门，走出去，然后轻轻带上。门合上的瞬间，我听见会议室里传来什么东西被摔在桌上的声音，闷闷的，像一声压抑的怒吼。走廊很长，
灯光很亮，我一步一步往前走，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。经过周冕办公室时，门关着；经过我原来的工位时，赵瑞和那个新人还在讨论代码，没抬头；经过茶水间时，咖啡机正发出咕噜咕噜的烧水声。我走到电梯间，按下按钮，电梯从1楼上来，数字一格一格跳动。我看着那跳动的数字，忽然觉得浑身轻松，像卸下了一个背了4年的重担。电梯门开，里面空无一人。我走进去，按下1楼，门缓缓合上。镜子里的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眼睛里有某种东西在燃烧。电梯开始下降，我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，10点37分。会议开了37分钟，却像过了1个世纪。手机震动，是一条新短信。我点开，是瑞进科技的 HR 发来的，林先生，关于明天的面试，时间调整为下午3点，地点不变，期待与您见面。我回复收到，谢谢。电梯到达1楼，门开，我走出写字楼，阳光刺眼，雨后的空气带着湿漉漉的味道，地面还有些积水，倒映着破碎的天空。我站在路边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再缓缓吐出，然后拿出手机，找到那个存为华研财务的号码，拨了过去。电话响了5声才被接起，李薇的声音传来，比在会议室里更冷。林彻，你还有什么事？李总监，我说，刚才在会议室有件事我忘了问。什么事？那份补发方案上写着，扣除已发的900元，补发899100元。我顿了顿，但根据我的计算，90万减去900，应该是899100元。你们写对了。李薇沉默了几秒。所以呢？所以我想问，我慢慢地说，一字一句清晰的像在敲钉子。如果真的是系统 bug， 如果真的是数据错位导致只发了900块，那为什么系统里会有一笔完整的90万发放记录？又为什么在发放失败后，这笔钱没有退回公司账户，而是……电话那头传来轻微的吸气声。我继续说，声音平静的像在讨论天气，而是流进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尾号为3478的个人账户。李总监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那笔本该属于我的，剩下的899100元，现在在谁的卡里？